滑雪的穿搭在功能上需要做到以下3点：外面的风霜雨雪进不来，体内的汗液水蒸气可以散出去，体内的热量不会流失。那么，如何利用分层穿搭的效果做到以下3点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吧。大家好，我是 KK。上一期和大家讲了一下在欧洲有哪些适合开板的雪场，那么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跃跃欲试了。那么在开板之前呢，一定需要有一套合适的装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户外穿搭，尤其是滑雪的穿着的分层系统吧。这套理论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户外的装备系统，所以一定记得点赞收藏。那么什么是分层系统呢？相对于羽绒服那样一个单个的比较厚的衣服，穿上多层较薄的衣服可以更有效的隔绝热量，并且帮助身体排汗，散发这个水蒸气。并且由于是分层系统，它可以随时根据你的运动状态、身体情况以及天气情况调节。如果觉得热了就减一层，如果冷了就加一层，所以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户外系统。所有的户外穿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以下3层，就是打底、中层和外层。那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这3层吧。首先就是底层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首先就是基础层，它的作用就是管理和排除内部的湿气。在滑雪这样的剧烈运动中，你的体内会产生大量的汗液和热气。如果打底的是一层普通的棉质衣服的话，它就会吸收这些汗液，以液态水的形式储存起来。运动不了多久，身上汗就会全部吸附在这一层的衣服上。一旦你停止运动，这些贴身的湿气就会快速的吸收身体剩余的热量，会让你身体很快的着凉。而像这样的功能性的基础层，可以保证在汗液形成的时候，很快从体表吸收，然后通过衣服的纤维结构快速的散发到下一层。这样，当你停下来的时候，身体就不会聚集太多的汗水，导致快速的失温。像这样的打底层有很多种不同的材质，比如说聚丙烯啊、涤纶啊、羊毛啊，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像我身上这件就是 Under Armour 的聚丙烯材料的 base layer， 它是可以最快的从身体上吸收汗液的一种材质，本身非常轻便，而且脱下来之后可以叠成非常小的一团，但它需要贴身穿着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还是滑雪中最常见的 base layer 的材料。还有一种材料呢，涤纶呢，也是一个比较万能的材料，但它有个缺点，就是容易保留异味。如果你只是日常徒步啊，或者事后更容易清洗的环境中呢，可以选择那样的材料。而最后一种呢，在滑雪中也比较少用的就是羊毛。羊毛也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天然的绝缘材料，并且呢不容易有异味，不吸水，而且保暖性是这种材料中最好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它保暖性有时候太好了，对滑雪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合适。那么说完了打底的 base layer， 我们就要聊聊中间的这一层 middle layer 了。它的作用就是保温。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它长得什么样子吧。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middle layer 中层衣服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暖，并且作为我们基础层的延伸，它也有一定的透气性以及排汗的功能。但其实中层是这3个中挑选可以最随意的，相对的技术含量也比较低的，因为它既不需要像底层那样有那么优秀的吸汗和排汗的能力，也不需要像外层的壳那样有那么好的防水啊以及隔绝天气的能力。所以它在中间呢，一般只是作为一个保暖以及过渡的这样功能。有时候天气特别好、比较暖和的时候滑雪，我甚至不会穿这个中层，只是一个打底加一个外套的壳，就可以很舒适的去滑雪了。但是在天气冷的时候，中层作为一个额外的保暖就必不可少。如果滑雪的话，比较这种轻便的抓绒衣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多这样的抓绒衣都是这种1/4拉链或者半拉链的这种样式，而且是比较薄而比较有弹性的这样的衣服来构成的。它在不影响运动的情况下，保证了相当好的保暖性，很好的透气性，非常适合滑雪的时候剧烈的运动。如果真的非常冷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些更厚的夹层，甚至如果你真的到了-30度那种非常冷的极端天气，你要用到那种非常厚的，是带有一定的绝缘性的像棉袄一样的衣服，但那样的条件真的非常少见。那么最后就要说一下滑雪穿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外层了。它是抵御外界天气入侵最主要的一个屏障，既要做到防止风雪雨水的侵入，又能保证体内的汗液在水蒸气的形式下可以往外透出，所以做到这个条件是非常的苛刻。大多数的雪服需要一种特殊的材质，材质之间细密的这种纤维程度，要保证有单向的透水性，并且一定程度上液态的水珠是无法穿透这么细密的纤维的，而气态的水蒸气又可以从里面不受阻碍的透出来。而水蒸气外透的速度还要
足够快，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产生的就是体内比较热的汗液的蒸汽遇到比较冷的外壳，在壳的内部就已经凝结成了水珠，导致无法穿透。这些汗水又反而来把你的中层和底层给打湿，造成身体的失温。那么什么样的材质最好呢？目前滑雪界公认最好的材料就是 Gore-Tex， 它能最大程度上持续的抵御这个雨水的侵入。有时候你会感觉整个外层似乎全部都湿透了，而你的 Gore-Tex 的内部依然可以保持相对的干爽。不过 Gore-Tex 的材料也是有它的劣势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比较贵，第二点就是大多数的 Gore-Tex 都会用在硬壳的这种衣服中，所以穿上去你的舒适性也会打一点折扣。这件 Burton 的 AK 呢是相对柔软的一个 Gore-Tex 的材料，所以它的价格就会比较贵一些。它内部也会有额外的一层防水膜，以达到更好的防水效果。而且大多数的滑雪服像侧面也会开一些这样的口，可以通过把这些口打开，加快体内水蒸气排出的速度，而不至于把内部打湿。当然了，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穿一些比较舒适的软壳的这种有一定防水等级的衣服。比如说 North Face 的这一件，它就是一个软壳的，并且表面带防水涂层的衣服。它没有 Gore-Tex 那么好的长时间的防水效果，但是也可以比较好在短时间内抵挡这种雨水的侵入。所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呢，这种衣服也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还有觉得自己从来不会摔跤的大神，在晴天内穿着一个 hoodie 滑雪，那种我们就不要轻易模仿了。好，这就是所有滑雪穿搭的秘诀了：透气排汗的底层、保暖的中层，以及隔绝天气的外层。它们一起保证了你在滑雪的时候干燥和舒适，确保你穿的每一层都透气，让湿气可以在层与层之间扩散和传递。这就是滑雪穿搭分层系统的秘诀。在整套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底层和外层。那么中层呢，随着你的温度和客观条件而增减。那么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你挑选一个合适的滑雪穿搭。我们雪山上见。